門裡的人沒有人知道他們在幹什麼，卻總之先把資源占用了，他們不被叫寄生蟲。門外的人靠辛勤勞動存了點小錢，想要給自己放1個月的假，就會被審判成寄生蟲。一個23歲的青年，他不上班打卡，不備考編制，也不創業做生意，而是白天寫詩，晚上翻譯，並且他沒有一個有權有勢的爹。請問他的身份是什麼？ A. 青年文學工作者， B. 自由職業者， C. 文藝男青年， D. 社會寄生蟲。在正常時候你可能會選 A， 當代中文互聯網上可能會選 C， 你的丈母娘可能會選 B， 然後表示嫁女兒給你真是瞎了眼了。而在1964年，蘇聯法庭選了 D。當時法官問這位青年：“你的職業是什麼？”青年答曰：“詩人，詩人兼翻譯家。”法官冷笑了一下說：“那麼誰認證你是詩人？誰給你資格做詩人這一行的？”青年沉默片刻，答曰：“沒有誰。請問又是誰把我列入了人類這一行的？”法庭最後一排的女記者在膝蓋上攤開筆記本，飛快地速記。法官2次發現她記筆記，並且警告她立刻停止記錄，否則就把她趕出去。於是記者把筆記壓到桌沿底下繼續寫。他那本筆錄後來在蘇聯境內地下傳抄，又輾轉送到了鐵幕的另一側，先後在法國、西德、英國、美國和波蘭的報刊上刊出，當時影響力頗大。話說回法庭，受審的青年最後被判了5年勞改，流放至阿爾汉格尔斯州的一個叫洛连斯凱亞的村子，在那裡挖伐木工人留下的樹根，月薪12盧布，大概是當時蘇聯全國平均工資的1/9。23年後，這位青年以約瑟夫·布羅茨基的名字接過諾貝爾文學獎，這次他不需要誰來認證他的詩人身份了。今天我們來聊聊曾經蘇聯的社會寄生罪。這裡是花散裡，喜歡這樣的內容，別忘了先點讚訂閱喲。蘇聯建國伊始就推行了那句著名的口號：非勞勿食。不過這在當時並不奇怪，這話本是聖經中的句子。1戰和2戰中，很多國家為了戰時經濟都使用了這個口號。不過蘇聯直接把它寫進了憲法的基本原則中，即勞動是公民的權利，也是公民的義務。因為蘇聯實行社會主義，那理論上願意幹活卻沒有活幹的失業只屬於資本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可能存在的。不過實際上呢，從內戰時代開始，蘇聯就深陷勞動力錯配，城市工廠停工，人民回流農村。幾年之後，又有幾百萬從前線復員的男人湧進城市，他們把戰時進入工業的女人擠了出去。1918年，蘇聯的工業勞動力的45%都是女性，到了1928年，只剩28%。失業者一直存在，只是名字一直在換。新經濟政策时期，他們叫失業者，政府還有失業保險。1928年第一個5年計劃上馬，然後1930年保險就被廢除了，口號一夜之間變成了在社會主義祖國失業已經消滅。之後也是激盪年代，在這個視頻就不回顧這些了。總之蘇聯這段時間一直是雖然消滅了失業，但有些失業的人得自己想辦法消滅自己的失業問題，或者消滅自己。1961年5月4日，赫魯曉夫主政時期的最高蘇維埃通過了關於加強對逃避社会有用勞動、過反社会寄生生活者的鬥爭，一般簡稱為反寄生蟲法。條款很簡單，經認定為寄生分子者流放至特別指定的地點，強制勞動2到5年。當年俄羅斯聯邦境內被認定為寄生分子的就大約有13萬人，再加上其他加盟共和國，估計第1年內就因此流放了大約20萬人去勞動改造。既然失業不存在，沒有工作的人就只能是不願意工作的人，不願意工作就只能是反社會分子。反社會分子的去處按規定就是阿爾漢格爾斯克，從前提到結論一氣呵成，全程只有當事人不太同意。而這部法律被蘇聯正式廢除已經是1991年的事了。其實即使21世紀國家引入類似的法律，也並非都會引發多大的問題。比如白俄羅斯在2015年就通過了和蘇聯時期的這一部幾乎逐條對應的社會依賴防止令，除了白俄羅斯人之外，我想也沒有誰會在意，对吧？那蘇聯時期的寄生蟲是一個範圍極廣的籃子，流浪漢、乞丐、倒賣西方產品的小販、離婚之後沒有工作的家庭主婦，都是比較典型的社會寄生蟲。後來變得更嚴厲之後，家庭主婦也有被告寄生罪的，詩人不按要求寫歌頌工廠的作品也算代工，也可以被告寄生罪。當然只要是個人都會偶爾頹廢。普京是硬漢，對吧？
普京那個時候是蘇聯人對吧？所以蘇聯的硬漢也有人偶爾有頹廢之感，沒毛病吧？總之，這種規定過於反人性了，還是有些輿論反彈。對此，克格勃主席的回答是：蘇聯的法律是世界上最人道的法律，但是他的人道只对誠實的勞動者有效。對於寄生分子，對於一切只享用他人勞動成果的人，法律應當嚴厲，因為這種人是我們的內部敵人。視頻開頭那場布羅茨基的案子，在當時的蘇聯其實不算特殊，只是有記者成功把它記錄下來，流傳出來了。法庭上，法官幾次試圖給布羅茨基定性，稱他為穿絲絨褲子的偽詩人，指責他沒有完成為祖國誠實勞動的憲法義務。第二次開庭時，也就是說理論上那時還沒有判決，但是法庭門口已經貼出了大字報，寫着審判寄生蟲布羅茨基。在庭審的過程中，法庭還專門組織了一批工人坐在旁聽席上，他們要在布羅茨基主張自己是詩人的時候，事實起哄你是個屁的詩人，自己騙自己之類的。其實布羅茨基真正被處罰的原因是他沒有在任何一個國营文學单位掛職，他靠零工和翻譯稿費過活。這種生存方式在大多數國家都叫自由職業，工作不固定，但是人是自由的。在蘇聯，自由職業不叫自由職業，就叫寄生蟲，區別是工作不固定，之後會讓你固定的，人也不自由，之後你也別想閒着。那有沒有辦法既不進體制內的文學單位，又不被打成寄生蟲呢？其實是有的，那就是再找一份所有人都不願意幹的工作，比如鍋爐工。冬天的列寧格勒，每一棟公寓底下都有一個小小的鍋爐房，負責給整棟樓供暖。這是個體力活，薪水不高，但是有一個絕佳的好處，就是他上一天班休2天，而且工作期間只要鍋爐不熄滅，你願意在地下室讀書寫字彈吉他或者幹點其他什麼的都無人過問。這種崗位老花我一個可恥社畜還是心生向往的，可惜列寧格勒1986年沒有再招遠程工，還有就是工資太低了。1986年秋天，維克多·崔應聘了列寧格勒一棟近50年房齡的女工宿舍，在地下室裡做鍋爐工。同年加入該崗位的還有基洛樂隊的美工科傑利尼科夫、阿蒂薩樂隊的領隊扎德利，以及詩人和搖滾歌手巴什拉切夫。這間鍋爐房後來有了一個綽號，叫勘察家。崔在勘察家工作到1988年，月薪95盧布。那時他的專輯《血型》已經通過絲路磁帶和地下市场傳遍了全蘇聯。但他的妻子瑪麗安娜回憶說，崔經濟拮據，他們結婚時連一件像樣的禮服都買不起。結果蘇聯解體前夕，1990年28歲的崔死於車禍，他的一生並沒有賺到才華帶來的變現。除了鍋爐工，不想被反寄生蟲的人也有其他選擇。同一時期，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看門人、街道清掃員、夜間值班員、電梯員，這些不體面、收入低但是相對自由的活計，擠滿了未被官方認可的詩人、畫家和翻譯者。他們之間有一句行話叫鍋爐房作戰，意思就是用一份最低限度的勞動換取最大限度的創作時間。当然，莫斯科不可能不知道这種情況，法律嚴苛，但是大量放生，選擇性執法，再不定期嚴打，這套育民之術，我們在宋朝就玩得爐火純青了。1000年後的蘇聯政府自然不可能不會，偶爾也要彰顯法律的威嚴。1983年1月，一大批身穿便服的內務部幹警和民兵糾察隊出現在了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商店、電影院以及澡堂中。他們要求每一個工作日下午出現在公共場所的成年人出示證件，解釋為什麼不在工作崗位上勞動。主要是那個時候的蘇聯已經有了鄭西人亡的前兆，執政者也處於相當的焦慮中，不知道下一根壓駱駝的稻草會來自何方。其實就在同一時期，安德羅波夫也向克格勃下達了一道密令，要求情報部門全力監視西方，防止美國對蘇聯發動核第一次打擊。安德羅波夫1984年2月死於腎衰竭，接班的切爾年科上台之後又封禁了一次搖滾樂。1985年3月，切爾年科也死了，然後輪到了戈爾巴喬夫。經過前幾代之後，他已經只能選擇進行向下分配利益的改革了。壓了這麼久，那口子一開，自然是地底的東西一起冒出來，去支持那些當年被定義為寄生蟲的人，被民間視為表達問責政府錯誤的軟抵抗方式。這就是為什麼1991年蘇聯解體的時候，幾乎找不到一個體制內的官方文化產品被人認真的記得，而勘察家鍋爐房裡的歌，不被體制承認的搖滾音樂人們在地下流傳的肋骨唱片、審判寄生蟲的筆記，這些反而流傳甚廣的原因。其實把寄生蟲這個標籤翻過來看，事情更有意思。蘇聯法律裡的寄生分子是布羅茨基這種在阿爾漢格爾斯克挖樹根的青年，是崔這種在地下室產煤的小伙子。
可是在同一片國土上，另一些人有专属的特供渠道和外匯商店，那里能买到普通奴仆买不到的进口貨。他們還有疗養院，有別墅，有免試入學的孩子，有從勃列日涅夫的女兒到地區第一書記的一整套不必打卡也無人過問的生活方式。普通市民排隊2個小時都買不到肉的年代，內部商店裡擺着芬蘭火腿，順便還有法國干邑，順便還有古巴雪茄，順便還有當年從西方走私進來的正版爵士唱片，方便首长們晚上回家批判一下西方文化的颓废。在劳动手冊和普羅皮斯卡这2道門栓之外，這套體制其實偷偷留了一道暗門，專門給在這扇門裡出生的人留的。門裡的人不需要自己勞動，門外的人不僅要拿着低回報進行高強度勞動，還需要每天向門裡的人證明自己在勞動。門裡的人沒有人知道他們在幹什麼，卻總之先把資源占用了，他們不被叫寄生蟲。門外的人靠辛勤勞動存了點小錢，想要給自己放1個月的假，就會被審判成寄生蟲。在這套體系裡，勞動的最高形式不是創造價值，而是讓那些不創造價值的人相信你在創造價值。詩經衛風裡有一首詩：碩鼠碩鼠，吾食我黍，3歲貫羽，莫我肯顧。是將去女，是彼樂土，樂土樂土，原得我所。寫碩鼠的那位無名詩人也好，被法庭叫做穿絲絨褲子的偽詩人的布羅茨基也好，看到的都是同一件事：這個世上從來不缺寄生者，只是戴着寄生蟲帽子的往往不是真正的寄生者，因為這頂帽子是寄生者們生產的。布羅茨基從阿爾漢格爾斯克回到列寧格勒之後，最終選擇士比勒土，登上了飛往維也納的航班。崔沒有走，他留在勘察家鍋爐房繼續產他的煤。2種事將去辱，殊途同歸。努力既然換不來一張准入券，無用變成了門外之人僅存的安身之所。莊子寫過這樣一個故事：一位木匠和他的徒弟路過一棵巨大的栗樹，樹蔭能夠遮蔽幾千頭牛，徒弟看得入神，木匠頭也不回地過去。徒弟問：這麼好的木材，師傅怎麼連看都不看？木匠說：閃木也，以為周則成，以為棺椁則束縛，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業滿，以為柱則鍍，是不才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弱勢之獸。而栗樹則說：且與求無所可用久矣，飢死，乃今得之，為與大用。我追求無用已經追求了很久，有幾次差點就沒保住性命，直到現在才徹底成為了沒用的東西，變得對你們沒用，反倒是對我最大的用處呀。布羅茨基拿了諾貝爾獎，你看換一個回報比例高一些的環境，一下子栗樹就願意做栋梁之材了。原本的栗樹又何嘗真的無用？它的樹蔭能夠遮蔽幾千頭牛，對於牛馬們而言，栗樹可不是無用之木，只是對於人而言，他以為周則成，以為棺椁則束縛，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業滿，以為柱則鍍。在地下室鍋爐房裡創作的崔，他的歌到今天還在每一個俄語圈年輕人的歌單裡循環，只是在當時這些價值不允許被承認。正如莊子裡那棵為牛馬們提供陰涼的栗樹。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訂閱、熱推還有分享呀！我們下期再見。